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每天中文，我是你们的朋友王宇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明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王宇，今天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。好，什么问题？你说。是这样的，我有很多正在学习中文的朋友，他们常常给我发信息，用汉字写得很好。他们也常常听我们的播客，他们说他们能听懂。这很好啊，说明他们学习很努力。是啊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他们不会说中文，或者说他们不敢说中文。他们常常问我，王宇，为什么我学了这么久，认识这么多汉字，但是就是说不出来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。我想很多正在听我们播客的朋友，可能也有同样的问题。对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。为什么你学了很久，还是不会说中文？好，希望今天的聊天能帮助到大家。李明，我觉得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原因就是害怕说错。我同意，很多人不是不会说，而是不敢说。对，就是这个不敢。我想起我刚开始学习英文的时候，我认识很多单词，在书上我都能看懂，但是老师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，我的天，我的心跳得非常快。你害怕了？是啊，我的脑子里面有很多想法，但是我的嘴巴就是不听话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怕我的发音不对，怕我的句子不对，怕同学们笑我。我非常理解这种感觉，我们叫心理障碍。心里很想说，但是好像有一堵墙挡住了你的嘴。对，就是一堵墙。你说的太好了。你以前学外语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吗？当然有，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追求完美的人，所以我刚开始学的时候，总想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说得完全正确，语法要对，用词要对，发音也要对。结果呢？结果就是我想的太多，说的太少。我说一句话之前，要在脑子里想5分钟，等我想好了，别人已经开始说下一个话题了。我也是，完全一样。那后来你是怎么改变的呢？后来，我的一位中国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，改变了我。他说，语言是用来交流的，不是用来考试的。你说错了，没关系，我能听懂你的意思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说的太对了，能听懂你的意思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的一个美国朋友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。那时候我想用英文告诉他，我昨天去看了一个电影。我说 I yesterday see a movie。这个语法是错的。是的，完全是中文的语法。我说完以后脸非常红，我觉得太丢人了。但是我的朋友马上就说 Oh, a movie. Which one? Was it good? 他完全听懂了我的意思，他一点儿也不觉得我的语法很奇怪。是的，他关心的是你看了什么电影，而不是你的句子说的对不对。是的，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变得勇敢了。我说错了就错了，重要的是我说了，我表达了我的意思。所以正在听我们播客的朋友们，我想告诉你们，请不要害怕，说错了真的没关系。你的中国朋友，你的中文老师，他们一定能明白你的。对，勇敢地张开你的嘴，只是学习说中文的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王宇，除了害怕以外，我觉得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。是什么？就是很多朋友只输入不输出。输入、输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有点像电脑的词儿。哈哈，我来解释一下，很简单。输入就是
你学习的过程，比如你看书，你认汉字，你听我们的播客，这些知识都进入了你的大脑里，这就是输入。哦，我明白了。那我每天都在输入。是的，但是语言学习不光要有输入，还必须要有输出。输出就是你使用语言的过程，比如你写汉字，或者更重要的，你说中文。我懂了，很多朋友每天花很多时间看书、听课，这是输入，但是他们从来不说中文，所以他们没有输出。完全正确。王宇，我给你打一个比方，你觉得学说中文像学什么？像学唱歌？有点像。我有一个更好的比方，我觉得学说中文就像学游泳一样。学游泳有意思，你说说看。你想，如果一个人想学游泳，他买了很多关于游泳的书，每天在家里看，书上告诉他手应该怎么动，脚应该怎么动。他还在网上看很多视频，看世界冠军是怎么游泳的。他把所有的理论都学会了。他学习很认真。然后我把他带到一个游泳池边，我说，好，你现在可以下水游泳了。你觉得他会游泳吗？他肯定不会，他会沉下去的。为什么呢？他已经学习了那么多知识。因为他从来没有下过水啊，他的身体不知道在水里是什么感觉。看书和自己真的去做是两回事儿。完全正确。学说中文也是一模一样的。你看懂了所有的汉字，听懂了我们所有的播客，这就像那个看完了所有游泳书的人，你的大脑里有了很多知识。但是如果你从来不张开嘴巴去说，你的嘴巴、你的舌头就学不会怎么发出中文的声音，你的身体就没有说中文这个习惯。你说的太好了，说中文是一个身体习惯，就像游泳一样，需要身体去练习。只用眼睛看，只用耳朵听是不够的，嘴巴也需要练习。是的，所以朋友们，请检查一下你的学习方法。你是不是每天只看不说，只听不说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你可能找到了你为什么不会说中文的原因了。你需要的是马上下水，马上开始练习说。李明，刚才我们说了害怕说错和只输入不输出。我想起我的一个学生，他叫玛丽，他就有一个特别典型的问题。哦，说来听听。玛丽她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学生，她学中文2年了，认识的汉字可能比我还多。她看中文新闻都能看懂大概的意思。那他很厉害啊，中文水平应该很高。是的，理论上是这样，但是他几乎不说话。我们上课的时候，我问他问题，他总是要想很久很久。有时候他就不回答了，只是对我笑一笑。他是不是也害怕说错？有点儿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想说的太完美。有一次下课，我问他，玛丽，你为什么上课不说话呢？你的中文很好啊。他怎么说？他跟我说，王老师，我想说，但是当我想说一句话的时候，我的脑子里会想很多问题。这个词用的对不对？这个句子中国人会这么说吗？我的4个声调都对吗？我想来想去，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说了。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我以前的问题，追求完美。对，他想把一句话说得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样，一点错都没有。但是他越是这样想，就越说不出来。我太懂这种感觉了。这就像你想走路，
但是你每走一步都要思考，我的左脚应该放在哪里？我的右脚呢？我的身体要不要往前？想得太多，反而不会走路了。就是这个感觉。所以我告诉玛丽，不要想那么多。语言不是数学，没有那么多完全正确或者完全错误。你现在是学习者，犯错是正常的，也是应该的。对，犯错是学习的一部分。没有一个婴儿刚开始学走路的时候是不摔跤的，也没有一个人刚开始学说话的时候是不犯错的。是的，所以我对玛丽的建议是，忘掉完美，先追求完成。这个说法很好，先完成再完美，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你不要总想着说一个100分的句子，你说一个60分的句子就可以了，能让对方听懂，你就成功了。比如，你想告诉别人，我今天下午和朋友去咖啡馆喝了一杯拿铁，这个句子有点长，有点难。对于初学者来说是的。你可能会想，下午这个词声调对不对？咖啡馆怎么说？拿铁又怎么说？想来想去，最后放弃了，不说了。很有可能。但如果你追求完成，你可以说的简单一点。你可以说，今天我朋友喝咖啡。这个句子语法不对，很简单，但是你的朋友能听懂吗？当然能啊，肯定能听懂。这就够了，你完成了交流。等你以后说的越来越好，你自然就可以说出那个完美的100分的句子了。但是现在，请从说出那个60分的句子开始。说得很好。所以朋友们，不要让完美成为你的敌人，先说出来最重要。好了，王宇，我们分析了3个主要的原因。第一，害怕说错；第二，只输入不输出；第三，太追求完美。我们说了这么多为什么，现在我们应该给朋友们一些实际的、简单的办法，告诉他们怎么办。好啊，这是最重要的部分。你先说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我有一个非常简单，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办法，就是自言自语。自言自语，自己跟自己说话吗？对，很多人说我没有中国朋友，我不住在中国，我没有环境练习中文，这都不是问题。你可以创造你自己的中文环境。怎么创造？用自言自语的方法。比如你早上起床的时候，你可以看着窗外，用中文说，早上好，今天天气很好。你在吃早饭的时候，可以看着你的面包，说，这是一个面包，我喜欢吃面包。哈哈，这个办法太有意思了。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，用你已经学会的最简单的中文单词和句子去描述你周围的世界。比如你看到桌子上有一个红色的杯子，你就说，这是一个杯子，它是红色的，我用杯子喝水。我明白了，这样做有几个好处。第一，你不需要别人，一个人就可以练习。第二，你不会害怕，因为没有别人听，说错了也没关系。是的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个练习可以帮助你的大脑和嘴巴建立一个连接，让你习惯用中文去思考，用中文去表达。这个练习很简单，但如果你每天坚持做10分钟，1个月以后，你一定会发现自己有很大的进步。这个办法太好了，非常适合比较害羞的朋友。那我也有一个办法，我的办法是去找一个语言宝贝 Language partner， 这个也很流行。对，现在网络很方便，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想学习你的母语的中国人，你们可以成为朋友，成为语言宝贝。然后呢，怎么练习？你们可以约好每周打1次电话或者视频招聊，
比如聊30分钟，前15分钟你们用中文说，后15分钟你们用你的母语说，这样对2个人都有帮助。这个方法也很好，因为你有了一个真实的交流对象，你可以练习听，也可以练习说。是的，而且在和真人聊天的时候，你会学到很多书上没有的非常地道的说法。如果你找不到语言宝贝，还有一个办法，是什么？去和真实世界的人说话。比如，如果你家楼下有卖水果的商店，你可以去和老板聊天。这个可能对初学者有点难。不难的，你可以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。在中国，我们常常叫那些年长的、友好的女性阿姨。你可以走到水果店，笑着对老板说：“阿姨，你好。”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然后你可以指着 Apple 问：“这个多少钱一斤？”斤是中国常用的重量单位，一斤等于500克。老板会告诉你价格，你可能听不懂，没关系，你可以请他写在纸上。这个过程你只说了2-3句话，但是这是一次真实的、成功的交流，你会非常有成就感。我同意，这种小的成功会给你很大的信心，让你更敢于开口说中文。对，所以我的建议是走出去，去找人说，哪怕只是一句你好，一句谢谢，都是了不起的开始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如何开口说中文的话题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王宇，我们像往常一样为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吧。好的，今天我们聊了为什么你学了很久还是不会说中文。我们觉得有3个主要原因。第一个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害怕。请大家一定不要害怕说错。对，第2个原因是很多朋友只输入不输出。请记住我们那个游泳的比喻，学语言不只要用眼睛和耳朵，更要用嘴巴去练习。是的，要下水游泳。第3个原因是不要太追求完美，请记住，先完成，再完美。说一个60分的句子，比说一个0分的句子要好100倍。总结得非常好，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简单的办法，比如自言自语，或者找语言伙伴，或者勇敢地去和水果店的阿姨说一句话。希望这些方法对大家有帮助。那么听我们播客的朋友们，现在轮到你们了。我们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为了练习说中文，你说的第一句中文是什么？你敢不敢开口说中文？你有什么练习口语的好办法吗？请在下面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吧。我们非常期待看到你们的分享和你们的故事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听每天中文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再见。